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？公孙先生，恐怕你我俱都错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的？礼部学籍，王丞相的指认，还有就是陈春，在驸马府亲眼所见。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，泸州府的回正也是根据学籍，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。大人怀疑之处何在？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，又如何？这……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，不论学籍，单论本人，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，又将如何判定？指认，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，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。大人，陈春来京，这就是主要的目的。而陈春业已证实，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。然而那陈春，如今又安在？陈春凭空消失，绝无可能。唯一的解释，便是他被人收买，做出伪证，而后被杀之灭口。不过，大人，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，尚难以认定。那是当然，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。既然真相未明，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？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，露出了口风。学生愿闻其详。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，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？他却言道，也已圆寂多年。哦，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？不，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在说谎。不错，而这谎言恰恰说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，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太后要回宫了。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。哎，驸马稍后。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，连皇上也得让公主3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，只要公主受到伤害，太后是会不顾一切地为公主挺身而出。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事到如今，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，不能松口，否则，没有找到陈春，是
东城外10里方圆都找遍了。邻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？回大人，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，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，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。你们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。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，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。不，再传人来，难保不会再被收买，再被灭口。可是大人，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，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。不，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。大人是说秦香莲？王爷，何不让展昭安排车驾回京？如此一来，也可免除王爷在马上颠簸之苦。马上虽然颠簸，却能让本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。恐怕展护卫很难体会本王现在的心境。王爷错了，展昭能够体会。哦，难道展护卫也曾经为情所苦，为情所困？王爷见笑了。唯有性情中人，方能体会这个中滋味。我又怎么会取笑于你？不知展护卫可愿略述一二？展昭本来有一位红粉知己，原本已谈婚论嫁，可最后却落得两相分离。可是有第三者介入？没有，那是他家人反对？不是。那，是否跟白灵一样自有主见，而不屑于世俗的理智呢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相依为命的哥哥犯下了贪赃枉法、教唆杀人之罪。是你杀了他？不，是我揭发了他的罪状，最后他自刎而死。本王明白，就因为如此，所以他非要离开你不可。本王说的可对？正是。你当时的痛苦和无奈，本王可想而知。跟你相比，本王可谓幸运的多了。只是这小双，他不肯认我这个爹呀。王爷不必挂心。展昭认为，白小双已经接受了你，只不过一时难以改口罢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王爷倘若不信，大可
在他接掌马帮之日再来看他，到时候自然明白。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就释怀多了。上路吧，再不回去，包大人就心急如焚了。包大人，陈诚大叔真的失踪了吗？不错，本府派人遍寻不着。倘若本府没有错过，恐怕他已被人杀害。可是陈诚大叔平时并未与人结怨，又会有谁要杀他呢？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包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相爷，倘若本府判断不错，那陈春被杀人灭口，乃是因为做了伪证。包大人的意思是，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父兄。大人分析，陈春受了贿赂，做出伪证，驸马担心后患无穷，方才杀人灭口。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，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去见他。只有你不会错认他。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？不可能。既然进不去，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？如何与驸马见到面，本府自会安排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。包大人，香莲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，香莲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？不，没有那么单纯。纵使你与他见面，他也可以矢口否认。本府要你不动声色，回到府中之后，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？包大人，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，那香莲满腹的怨气又如何能忍呢？若是你不能忍，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。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，而另思他法。好，香莲答应包大人，我一定会忍。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待在府中，不可外出。本府安排妥当，自会带你前去认人。你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这也的确太难为他了。本府何尝不知？然而，他若是不能忍耐，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，要想再让他认罪，势必难上加难。此举虽然残忍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大人打算
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？王丞相，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？正是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。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？包拯至少有70%的把握。相爷可是担心，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。并非老夫担心呐。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，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。如今若再有错，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。相爷无需顾虑，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，两人见面自然无事。那倘若是呢？相爷，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，他便是抛妻弃子、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。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？包大人，你总是言之有理呀。包拯只是据理力争。问题是，以包大人之见，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？只要相爷邀驸马来府中做客，而由包拯做媒，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，如此一来，他二人即可见面。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，或遭驸马非议，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，其他一概不知。如此一来，自然与相爷无涉。邀那驸马过府，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？相爷是驸马的恩师，恩师相招，门生焉得推辞不来？包大人，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。请相爷恕罪。包拯左思右想，除却如此，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。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，别无其他人选。也罢，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，就替包大人卖命吧。多谢相爷。孙先生，稚子何故，却要遭此不幸？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。这样也好，不管有爹没爹，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大人要你见了驸马，要多多忍耐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希望你能多加体谅。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，
项链又怎敢心存异议呢？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事？请恕项链多问一句：倘若那驸马真是项链的夫婿陈世美，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？这……公孙先生，项链理当知晓。你真想知道？嗯。当你击鼓鸣冤，大人受理此案之时，便已心怀不忍。为何？大人早就知道，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，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。公孙先生不妨明言。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，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，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，一律当可判死刑。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，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？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，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。你最好先考虑清楚，再做决定。自从有了身孕，总觉得胸闷，出来走走，反而舒服一些。是吗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别把你累着了。母后要我该动就动，不能总是赖在床上。怎么，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？入秋之后冷热无常，我是担心你受寒呢。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。奴婢见过公主驸马。魏总管，有什么事吗？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，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。来人正在等候回话。哦，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。魏明，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，婉言谢了吧，改日再登门致歉。驸马为什么不去？我担心你的身体，想留在府里陪你。等孩子生下来还有6个多月，难道说你这6个月里都不出门了？王丞相是你的恩师，恩师邀约岂能不去？非但失了礼数，也难免遭非议。那好吧，我快去快回就是了。魏明，奴婢在。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。是。启禀相爷，驸马府回话，明日驸马准时赴约。老夫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多谢相爷成全。包大人如此坚持，老夫又岂能不照办呢？包拯不敢。然而相爷此举，非但为民伸冤，兼且端正朝纲，只是让相爷为此事操烦，
包拯莫非过意不去。只要明天不闹出事情来就好了。老夫身为当朝丞相，倒不至于忌惮那陈驸马。可是，如若公主或太后因此事而有所不满，老夫却也难以交代啊。相爷请放心，包拯相信，还不至于面临那等局面。最好如此啊。包大人，老夫是以赏菊为名邀那驸马过府，那事先总得有个准备啊。老夫就不留你了。是，包拯明日先带那秦香莲前来，改扮成侍女模样，还得烦劳府中总管多加招呼。啊，老夫明白。包拯告退。明日，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。届时，本府会安排你，让你当面见到驸马。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，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是。不过，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，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，都要不动声色，直到返回府衙之后，才向本府说明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？香莲做得到。此外，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。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，他便犯了欺君大罪。包大人，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，那必是死罪。大人，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。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？大人，如果真是他，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。难道说，对你而言，夫妻之间早已情断意绝？不，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，她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，而她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。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，即便国法不去制裁她，天地之间也难容她。大人，并非香莲不念夫妻之情。倘若香莲如今放过他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2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？这天地之间，又岂有公理可言？大人，每当想到此处，香莲的内心就如刀割。他非死不可。本府明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先回房去。明日听候本府召唤，一同前去。马汉，是。真是难为他了。爹娘，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，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。可如果去认了，那世美她就会死。
认与不认，媳妇都为难，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，还望爹娘原谅媳妇，并且给媳妇最大的勇气去面对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丞相。恩师，秋高气爽，菊花正艳，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，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。是啊，是啊。花开花谢，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。花木有荣枯，人生有起伏，倒是提醒我等，人生在世，得意当思失意时，富贵不忘贫贱日啊！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。然而对老夫来说，却唯独对静节先生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。恩师高风亮节，满朝倾羡，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。驸马说得对，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，令人望尘莫及呀。是啊，是。哎，诸位，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，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。主角是菊花，而不是老夫哦。啊，来，请坐。请。来，请坐。请。今日啊，不能单纯赏菊。当满园甜菊初开之时啊，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。近日菊茶新成，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。是啊。来人，在。看茶。是。
品过此茶，评价如何？淡淡菊香，香而不腻，的确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恩师，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。公主有孕在身，本宫实在不便迟归，得先行告退，还望诸位大人见谅。驸马记挂公主，此乃人之常情，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？驸马尽管请便。多谢恩师体谅，诸位大人见谅，本宫告辞。告辞。来来，诸位大人，我们继续品茶。好，请。请。驸马爷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人在当场，难道看不出来？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士？就是他。奴婢的确看了，难道驸马爷认得他？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，秦香莲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？他什么时候进京的？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！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。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，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妹妹，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。驸马爷，不要惊慌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驸马又如何呢？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、夫妻相认，还是要矢口否认，把他赶出京城？驸马，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，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。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，命人赶他出去。随后他击鼓鸣冤，进了开封府，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。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？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，那就很明显的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。那又如何？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？那他在本宫离开之后，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，那又有何不同啊？驸马爷，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。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，怎么问，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。学籍资料已换，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，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，也奈你如何？什么？驸马不是你的夫婿？
且抬起头来。本府再问你一次，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？不是，香莲从未见过此人。既然如此，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，你为何神色有异？如今更是双目含泪。回报大人，相府认人之时，香莲心中百味杂陈。后来与驸马见面，发现不是夫婿时，心中一则失望，一则庆幸，故而难以掩饰。本府倒要知道，你因何失望，又因何庆幸？回报大人，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，于是心中暗想，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，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。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，心中自然无比失望。不过一想，如此也好。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，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、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。香莲所受的苦难，不至于付诸流水，故而庆幸。这便是你神情有异、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。包大人，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？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，却故作不识？是与不是，你心中明白。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？包大人，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，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，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？香莲曾说，为了公婆的冤屈，不惜看他身首异处。倘若如今香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？本府并无此意，你无需难过。你去看看春哥、冬妹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是，香莲告退。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？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。然而，别跑！娘，娘，娘回来了。冬梅好想娘，娘也好想冬梅。冬梅乖不乖？乖。春哥也乖。春哥，你带着妹妹在院子里玩，不许乱跑。娘回屋歇歇啊。是娘。去吧。走了。来玩石头。
是他，真是他！我亲眼见到他，可是我不能叫他死啊！他可以不认我们，可是两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！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。媳妇对不住你们，媳妇实在是对不住你们，爹娘。大人是否可把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做一个了结？不，暂时还不要。大人是打算再缓一下，有些疑点还令本府难以释怀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展大人派人传话，八王爷回府了。好，立刻备轿。是。王爷安然返京，保证心中大石总算放下。本王私自出京，有劳包大人担心，实感过意不去呀。包拯不敢，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。包拯立刻进宫禀奏，也好让皇上宽心。不劳包大人，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。是。包大人不问本王，出京为了何事啊？王爷行旨自然有据，包拯不敢妄加动问。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，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，理当让包大人明了，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。王爷若肯赐告，包拯洗耳恭听。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，就由展护卫来说吧。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，展昭不便多言。不，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。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，把事情说开了，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。再说，本王与白灵之间的事情，由本王亲口来说，实在是难以开口，还是由你来说吧。展昭遵命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慢慢禀报。
驸马，公主，怎么，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没有什么事。你还想瞒我？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那好吧，公主说的没错。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，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。哦，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。公主取笑我了。相爷府中菊花盛开，而且拥有许多珍品。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，不禁让人联想，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。我是担心，与公主的幸福生活，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？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，只要我们善加珍惜，怎会有幻灭之日呢？正因为得天独厚，难免遭人妒忌。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。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。驸马，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别说是我，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。请驸马尽可放心。公主，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，公主不必当真，更无需忧虑。夫妻有如同命鸳鸯，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，都跟公主有关，我又怎会不当真呢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这就对了。只要我们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光，又何必瞎操心呢？原来其中竟有如此曲折离奇的内情。身为皇室之尊，没想到也难脱儿女私情。本王险些就成为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了。不，王爷当初既非心存欺骗，其后又非谢责逃避，又何来负心之说呢？包大人，你是在替本王开脱？包拯本就不该过问王爷的私事，然而男女之情既是两情相悦，又无人因此受到伤害，外人恐也无权指挥。包拯一生办案，依法论法，也并无触法之处啊。与包大人谈儿女私情之事，似乎本王是自讨苦吃啊！包拯生性严肃，还请王爷见谅。本王并无他意，只是想借此说明小双夜探王府的动机，也好让包大人不必再担心本王的安危罢了。王爷用心，包拯明白。不过，还是请王爷尽快禀奏皇上，以安圣虑。包大人总是公而无私。也罢，本王随后就进宫。多谢王爷。而后有关这儿女私情之事，本王绝对不会找包大人谈。
而是跟展护卫倒有颇多的话题呀。大人切勿多心，八王爷是在取笑展昭。哈哈哈哈哈。本王也不与展护卫谈，这种事情就留给本王自我评断吧。啊，展护卫随本王一去数日，想必耽误了不少公事。如今已经安然无恙了，你就随包大人回府公干吧。本王也稍作准备，随后进宫面圣。是，包拯告退。请。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，如今就进展到此。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，确认不是她的丈夫？正是。那既然是认错了人，此案不就已了了吗？理当如此。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。秦香莲如今可在府中？我去跟她谈谈。不，他帮春哥买笔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她一个女子，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，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助与无奈。就是他。是你要见我吗？公公应该认得我才是。不错，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。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，请公公转告他。我要见他一面。你到底是要见谁？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？公公不必看了，香莲是一个人来的。洒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，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，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。洒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公公是那驸马府的总管，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。你错了，洒家一向与人为善。既然有人来见洒家，洒家总归要出来见他，或许还能帮人一把。尚若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公公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。告辞。你到哪儿去？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，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。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？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，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？如果洒家能帮上你的忙，那香莲向公公保证，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。你见到什么了？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。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。情势所逼，
香莲别无选择，只能孤注一掷。如果洒家确实不知情，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。香莲也只能别无选择的去揭发他。如果洒家让你见他，那香莲保证，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。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，再也不会回来。好吧，洒家安排你从侧门进。至于他肯不肯见你，那洒家就没有把握。香莲多谢公公。什么？他又找到驸马府来了？驸马爷不必惊慌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。这府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奴婢的2个心腹在门口守候，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。你疯了！我为什么要见他？你安的什么心啊你？驸马爷，依奴婢之见，你应该和他去见上一面。为什么？理由何在？他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，如驸马爷不肯见他，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。若不是如此，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？至于见与不见，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了。他见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那奴婢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奴婢可以确定的是，见他一面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在这驸马府里，谁也对驸马无可奈何。问明，那你认为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好呢？驸马爷，这一点恐怕你就不必问奴婢了。好吧，我见他。奴婢会在门外等候。香莲，你还好吗？你说呢？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。魏公公，有人接近吗？没有。去，把韩琦找来。是。
爹，娘，爹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。我带着爹娘的牌位，带着春哥和冬妹，一路沿讨而来。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，可是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，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，抛弃妻子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通广大，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，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。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。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魏驸马，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。不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。我不是要跟你解释，我不管你怎么看，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，对吧？好，你既然想说，那你就说吧。当时我金榜题名、高中状元的时候，的确是欣喜若狂，本以为就可以回家乡光宗耀祖了。谁知道？请。韩琦见过公公。你们俩下去。是。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，你要暗自藏身，等她出来之后，你要牢记她的相，等咱家的吩咐再做行动。是，韩琦遵命。你先下去。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，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，立刻就化为乌有。回想之后，还是一事无成，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。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。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，我爹教你孔孟之道，你自己10年寒窗铁砚磨穿，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？香莲，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，就差人送银两回家，可是……住口！陈世美，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？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！爹娘，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，快乐的过日子。
两个孩子，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、照顾他们的爹，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、安贫乐道的丈夫。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，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。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理由，都无法解释你忘恩负义、泯灭人性的无耻行为。这个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，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，勤奋向学。可是如今，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，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，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。香莲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。我的丈夫陈世美，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。哦，那就好。从此以后，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展护卫，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，你可都清楚了？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言明一切。本府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属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。展护卫此言，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直言。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。展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，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。展护卫不妨略作分析。是。纵观全案，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。你是依据本府以明慧方丈诓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。正是。至于陈春的失踪，秦香莲的神态有异，的确让人起疑，却又无法证实。所以属下认为，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，
从白云寺查起。展护卫士说，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缉毒的陈世美，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。属下正是此意。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，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大人，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，的确是可行之策。然而，学生不明白的是，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，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？并非展昭不愿采信。一般而言，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。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，就很难用常理判断。依属下之见，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：她对陈世美情意未了，而不忍见她身首异处。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。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、推断人性之时，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。其实，多少刑案皆是源自于此，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。是，学生受教了。总之，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，你我就由泸州府招手。大人，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，明日便要离京返乡，现在已无原告，大人又如何续办呢？如今，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，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，另起一案，由开封府主动侦查。是。可怜那秦香莲，千里迢迢到京，却无功而返，她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。情之一字，的确误人。然而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。爹，娘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家了。香莲实在不忍对世美做些什么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会全心全意的把春哥和冬妹抚养长大，让陈家的香火继续传续下去。媳妇儿向你们保证，绝对不会让春哥步世美的后尘。请爹和娘在天之灵保佑。你来干什么？奴婢是关心驸马，特来看看驸马是不是失眠了。失眠？我这
几个月以来，几乎是难以成眠。奴婢倒有一个能知失眠之苦的良药。你倒是说说看。只要除去驸马爷失眠之症，自然就可以安然入睡。魏明，你不要跟我打哑谜，有话直说。好，奴婢就直话直说。陈春已经来认过人了，那秦香莲也为驸马遮掩了身份。只要他明日回舒城老家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再敢来打扰驸马爷了。难道开封府的包大人，他就会撒手不管？包大人，告状的人都走了，那包大人又查什么？问什么？不过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。普天下只有2个人知道驸马爷的身份，一个就是奴婢。你这是在逗我？这整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正因为如此，奴婢是永远不会说的。可那另一个人，你是说秦香莲？不会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这女人嘴里的话，可就难说了。何况你已经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不知道她哪天又会回京城。到那个时候，包大人不但要明察，还要查办。到那时，驸马与奴婢恐怕有可能身首异处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什么？你要杀他？驸马，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。不行，不能杀他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？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，奴婢可以确认，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，势途末路。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既然从此关系断绝，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？可是他毕竟是我。驸马，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。就算你不同意，奴婢为了自保，也得杀他。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，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，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。纵然奴婢有天大的本事，总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杀了吧？
就随你的意思。可是，我的2个孩子，连他们的娘都不在了，留着他们，不是在这世界上受苦吗？都已经被视为无情无义、泯灭人性的负心汉，我再坚持有什么用？只有照你的意思去办了。韩琦，在。属下韩琦参见驸马。魏明，你这是？奴婢只是想在驸马爷面前交代清楚。韩琦，属下在。你还记得洒家叫你牢记的那位妇女秦香莲吗？属下记得。明日她会从开封府衙出城，你一路尾随。到了城外再动手，记住要一丝不留。是。还有，他身边的一男一女2个孩子也一起除掉。属下遵命。好，那你先下去。魏明。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向他交代？决定是驸马爷亲自下的，总不能让奴婢一个人承担吧？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自保，还请驸马爷多多担待。香莲母子，多谢包大人照顾之恩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你确定要返回陈家村？是。香莲来京之事已了，理当返回家乡。你的子女幼小无助。若有任何需要，尽管来找本府，无需顾虑。香莲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，香莲就是再苦，也会把他们抚养长大。此生应该不会再来京城了。哦，倘若本府找到你的夫婿陈世美呢？若是如此，那另当别论。倘若包大人将世美寻获，香莲必定再返京城，当面向包大人叩谢。本府答应你，要全力协寻于他，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返乡之后，静候本府通知便是。
想联系包大人。公孙先生代本府送他母子出府。学生遵命。走，请。大人，可曾看出秦香莲有所异状？本府正是有心试探。倘若驸马府中的那陈世美不是他的夫婿，又怎会忘却请本府代为寻夫之事呢？可要把他们母子留下，再做追问。不必，他绝不会松口承认，还是依照展护卫所言，由白云寺查起。是。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，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！多谢公孙先生，多谢两位大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娘，我们真的要回去吗？对，回家的路很远，你们一定要忍耐，坚持，知道吗？那爹呢？东贝，你别问了。为什么不要问？爹不在京城，是娘搞错了。包大人会帮助我们找爹的。等找到爹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见到他了。真的吗，娘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回家等爹，好吗？走吧。三打白骨精，三打白骨精。三打白骨精，三打白骨精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下我的孩子！想要孩子，就跟我来。东贝，东贝，你放下我的孩子！东贝，东贝。你抢我的孩子干什么？只有这样，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东贝，你不必看了，这里没有人会来，你们也没有路可走。